这是老夫听到的答案中最无法衡量与判断的，也是最让老夫这里心服口服的。白浩，你很好，非常好。法堂大族老笑声传出，看向白小纯时，那目中的赞赏极为强烈。此地白家族人一个个都看出了这法堂大长老对于白浩青睐有加，可以想象以后这白浩在家族内必定与之前大不一样。白起咬牙切齿，而白家的族长则是目中越发阴冷。就在众人内心升起诸多思绪时，这法堂大族老袖子一甩，声音再次传出：白浩，老夫有一座府邸，虽不算整个白家中最养魂的，但也尚可。老夫将这府邸赏赐给你，希望你日后的修行能更进一步，早些踏入结丹境。法堂大族老心中也有遗憾，若是这白浩修为结丹，哪怕只是结丹初期，他也会毫不迟疑，哪怕与族长翻脸，也要将这白浩要到自己身边来。可惜白浩的修为太弱了，只是筑基初期，这就使得他的价值虽有，可却无限的削弱。此刻送出府邸，一方面是要结个善缘，另一方面也有去试探白家族长的用意。白小纯眨眼间，眼珠转了转，觉得这府邸自己也没用，正琢磨如何去说，问问能不能转换成冤魂时，那位白家的族长却是闻言目中冰寒之芒更为冷冽，淡漠开口：此事就不劳大族老破费了，列子的事情白某自然会安排。这话语一出，斩钉截铁，已露出强烈的不满与愤然。那法堂大族老沉吟中也不好再多说什么。白小纯抬头抱拳道：多谢大族老。随后平静地瞥了眼白家族长，内心冷笑起来：见不得白浩好是不是也罢，这府邸我本也没打算要，我要的是天人魂。明天祖地开启，我要让你清晰地看到我是如何的拿走你白家的天人魂。此番祭祖就此结束。白家族长声音硬邦邦的，实在是这一次的祭祖让他觉得如吞下了蚊蝇一样恶心。此刻袖子一甩，转身化作一道长虹，蓦然远去。那法堂大族老深深地看了眼白家族长的背影，暗中叹了口气。白浩的身份敏感，他觉得可惜，又看了白小纯一眼，目中露出鼓励：既你父亲有安排，老夫就不擅自做主了。不过白浩，以后若是在修行上有什么疑问，你可随时来找老夫解惑。说完，这法堂大族老也转身离去。其他族老相继都走了后，白小纯这里看了看法堂大族老的身影，这是白家中不多的几个让他产生好感之人，知道白浩是庶子，且受其父不喜，可还是有这一番话说出，从某种程度上算是给了白浩一层保护。这法堂大族老的心意，我白小纯替白浩领了。随着祭祖结束，白小纯转身离开。他来的时候默默无闻，可走的时候，凝聚在他身上的目光众多，那一道道目光各种思绪都有。可这一切，白小纯已经丝毫不在意了。他在这白家的压抑也终于到了尾声。明天一切渐分。小白小纯深吸口气，化作长虹，在这黄昏降临、天色渐黑的夜空，直奔北区而去。这一夜，白家族人中太多的人无法平静。白浩的突然崛起，让太多人心神震动。白旗的愤怒，蔡夫人的尖叫疯狂，白家族长的阴沉，这一幕幕组成了画面，浮现在很多人心中。尤其是第二天就是祖地开启之日，今夜可以说是众人进入祖地前最后一次准备。就算是那不愿去争夺什么的五小姐，在这夜里也都盘膝打坐，调整自己的状态。毕竟祖地内除了天人魂外，还有其他家族对于族人的奖励之物，而其中有一些对他这里有大用。更不用说白雷了，他的目标就是天人魂，要与白旗争夺。虽然他明白这可能性不大，但心中的期待依旧强烈。还有白旗，他将所有的愤怒都放在祖地内欲杀白小纯的决心上，在这深夜吐纳，让自己可以在明天时处于最强的巅峰状态。祖地内就是你的死亡之地，而你连申请放弃的资格也都没有。来也得来，不来也要来。在这白家族人大都为了祖地开启而进行最后的准备时，白小纯也没有闲着。趁着夜色，他全力展开面具的隐藏之法，在这白家如幽灵一般，在不同的位置布置煞魂定。这些位置他这段日子早就已经选好。此刻在这进入祖地前的最后一晚，将那些煞魂钉全部放好，没有去开启，而是打算作为自己备选的手段，一旦需要，一个念头就可让这些煞魂钉全部都崩溃爆开，从而去撼动一下白家的阵法。一夜无话，当黎明到来时，随着苍穹的漆黑到了极致，似要否极泰来的一瞬，白小纯从入定中睁开眼，他的双目在这黑夜里
如同火焰，散出炯炯之芒。他看着屋舍的四周，在这白家居住的时间虽不长，可随着他不断的知晓发生在白浩身上的一件件事情后，对于白浩，白小纯觉得自己已很了解了。白浩，若你有灵，能知道在你死后发生的这一切，或许你有要杀人的冲动吧。为师虽不喜杀戮，可这一次我替你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白小纯喃喃低语，目光在这屋舍内扫过后，慢慢金芒逐渐敛去。不多时，一声钟鸣在整个白家回荡，祖地开启。这钟声一共9次，不断的传遍四方时，一个个白家准备进入祖地的族人都飞速而出，直奔白家城中心那祖祠的石门而去。白小纯迈步间走出屋舍，一路前行，很快的就到了中心石门外。刚一到来，四周就有很多目光瞬间凝望。这白浩居然也来了，他昨天难道看不出白棋的杀机？若我是他，一定会申请放弃这次机会找死而已。自不量力的小杂种，哼，岂是他想放弃就能放弃的？来到这祠堂的族人足有数百，其中大多数都是筑基，至于结丹，只有10多人而已。此刻有不少都在低声议论。白棋也在人群内，看到白小纯到来后，他内心冷笑，目中杀机一闪。五小姐与白雷也在人群内，看到白小纯居然也来了，虽有些诧异，可仔细一想，似乎又在情理之中。白小纯对于这四周一切的目光与声音都置若罔闻，如没有看到听到。他此刻心中很平静，只是看着那扇石门，等待开启。又过了一会，来的人更多了，可绝大多数都是放弃了这一次的机会。虽到了这里，可目的只是为了观摩而已。在注意到白小纯后，这些人议论更多。直至族老以及其他2大家族，还有巨鬼城的使者也都出现后，法堂大族老也看到了白小纯的身影，愣了一下，皱起眉头。可还没等他说话，白家族长已从远处破空而来。到了半空后，他目光扫过人群，立刻这四周的所有议论声都安静下来。那逆子果然来了。白家族长看到白小纯时，目中起了冰寒。每一次祖地的开启，所有筑基、结丹修为的族人都有资格进入祖地，且从原则上讲是必须要进入祖地的。可若真的不愿，只要上报宗祠，一般来说都会被批准。实际上也的确是有不少族人已经上报了宗祠，申请放弃了进入祖地的机会，也都被批准了。而白家族长也打定了主意，甚至交代下去，其他人的放弃可以同意，唯独白浩那里不能同意。可直至到了现在，他都没有收到白浩放弃进入祖地的申请。虽让他的打算落空，可眼看白浩出现在这里，他内心冷笑，自己找死，也就免得我这里出手大义灭亲了。白家族长收回目光，右手抬起掐诀，一指石门，动用其族长的权力，直接影响阵法。轰鸣间，那祖地的石门猛地就爆发出强烈的光芒，巨响中渐渐地开启了一道缝隙。随着缝隙的出现，一股沧桑之意骤然从那缝隙中散出，如同远古的风扫过天地。祖地开启，待人进入后会自行关闭，当有人获得了天人魂后，才会再次打开，使你们从内走出。一切造化就看尔等机缘了，其内并非没有危险，我白家试炼待都有生死之事，尔等当知。此刻还不进去，更待何时？白家族长蓦然开口。白家祖地若是从外部开启，每一次打开都需长期的准备，且耗费不小的资源才可，尤其是维持开启的时间更是消耗极大。所以每次只是开启一丝，当族人都进入后就会自行关闭。而想要将其再次打开，需要的就是其内有人获得天人魂后，借助天人魂的力量作为引子，将祖地从内部开启，使得众人归来。这种内部开启不会损耗天人魂的品质，因这所谓的祖地实际上也是白家内最滋养魂体的秘境。此刻随着白家族长话语一出，白起首先一晃而起，直奔石门而去。在他身后簇拥着数十人，各自飞出后，其他白家族人也都呼啸而去。白小纯目光闪动，他深吸口气，压下内心此刻升起的激动。他知道成败就在这一次了，成功的话可以获得天人魂，可以为白浩报仇。白小纯狠狠一咬牙，蓦然飞出，直奔石门缝隙。轰鸣间，随着数百人都一一消失在了石门裂缝中。很快的，这石门就缓缓地重新闭合。在其闭合的瞬间，这整个石门就扭曲了一下，随后竟在石门上倒映出了一幕幕画面。那画面里正是如今祖地的一切。可以看到，
在这祖地内存在了一处惊天山峰，那山峰高耸无比，在山顶的位置存在了一圈浩瀚的光环，隐隐的似乎可以看到在那里有一座祭坛，而祭坛上供奉的正是一尊天人魂，这光环就是从这天人魂身上散发出来。而在这高山的其他区域，一样有大大小小诸多的光环存在，每一处光环所在都是白家卫族人准备的造化之物，有法宝，有魂体，有功法，种种资源在这高山上比比皆是，可想要获得，却是需要自身具备实力的同时，更要机缘才可得享造化，且很明显的，越是靠近山顶，光环的色彩就越强烈，显然奖励之物的品质也是越高。这一幕立刻就吸引了石门外所有族人的观望，他们更是看到了在山下，此刻一道道身影如传送般降临出现。白小纯只觉得眼前一花，耳边传来轰鸣巨响。很快的，当这声音消失，当眼前恢复如常时，他猛地看向四周，看到了自己处于一片仿佛被分割出来的天地碎片中。这里也有天空，也有大地，可那天空是紫色的，大地是黑色的，只有那赤色的太阳，使得这片世界看起来昏暗无边。他更是看到了那座惊天的山峰，看到了山峰上无数的光环。这山峰太大了，屹立在那里，散发出让所有人都心神震动的威压。白小纯吸了口气，他来之前虽也探查了不少消息，知道这祖地内有一座祖山，可如今亲眼看到，还是有些吃惊。这座山给我的感觉似乎与外面的天地格格不入，给我一种如同外来之物的感觉。白小纯有些动容，他隐隐觉得这座山与他当年看到的那把传说从天外落下的陨剑有些相似。在这观察中，白小纯目光扫过山体上的那些光环，最终落在了山间祭坛上那最为惊人的光环中。眉心通天法眼也都开启了一道微不可察的缝隙，仔细一看，立刻就看到了那里的祭坛，以及漂浮在祭坛上的一个天人魂。这天人魂看起来如一团沙土，正是天人土魂。我若是现在就冲过去，白小纯怦然心动，仔细看了后，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别人或许看不出来，可他在通天法眼下隐隐察觉到，这山顶的祭坛四周赫然存在了一层禁制，这禁制带着一股血气，需要白家族人的血脉才可破开。若是用其他办法破开，难度不小，且明显的血脉浓度越高，则开启禁制就越快。我一旦动手，时间就紧迫了。最好的办法是让其他人去破开后，在拿到天人魂的瞬间，我抢先取走。在白小纯观察时，四周也传来阵阵吸气声。进入祖地的族人足有数百，此刻有不少都被那山峰上的无数光环所吸引，目中露出期待。白小纯若有所思，又看向四周，直至确定了这祖地已关闭，且看出想要重新开启，除非是在内部用那天人魂喂引，否则的话，若是从外部打开，则需要一些时间后，他内心笃定下来，与我所想的差不多。这是天助我呀！白小纯胸膛略有起伏，目光扫过四方。我之前打探过祖地的一些信息，现在估计外面的族人都可以通过石门看到这里的一幕幕，这样也好，我的出手既必然会被人察觉，那么索性就更华丽一些才好。白小纯打定主意后，忽然有所察觉，猛地侧头，立刻就看到在不远处被数十人簇拥的白旗，此刻正带着杀机看向自己。到了这里，白小纯虽顾虑不少，可同样的也是最肆无忌惮的时候。这白旗既然敢瞪自己，白小纯岂能缩头，也狠狠地瞪了过去。白旗目中寒芒猛地闪耀，似有些控制不住，要立刻就灭杀白小纯。可他身边的同伴上前，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后，白旗这才忍下，冷笑起来：“没错，取天人魂最重要，到时候天人魂在手，离开这里的方法在我手中，不怕这白浩逃走。他如今既进来了，就绝对不会活着出去。”白旗深吸口气，他明白自己被内定，不想在没有获得天人魂时节外生枝，此刻转身一晃，带着他身边的数十人直奔高山而去。与此同时，其他族人有的单独，有的三五成群，也都冲向山峰。眼看白旗主动收回目光，白小纯哼了一声，暗道自己长这么大，比眼神上还从来没输过，瞪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此刻傲然中背着小手，正要走向高山时，他身后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白浩，此山存在威压之力，登山极难不说，一些区域还存在了危险。虽这危险对于大家而言不算很难，可筑基初期的话，还是有危险的。我这里单独前往也有些困难，你愿意不愿意与我一起？”说话之人是那位武小姐，
他美目露出柔和之芒，望着白小纯，轻声开口。白小纯脚步一顿，回头看向这位五小姐。此女不但在她刚刚来到白家时出言解围，昨日祭祖时看向自己也有温和，眼下明明是想要照顾自己，可话语中所说却似怕伤到自己的自尊一样，很是委婉，似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族人一样。白小纯迟疑了一下，他知道对方的好意，可他要做的事情有些不大方便与人一起。正犹豫时，一个爽朗的笑声也从不远处的白雷那里传来：“五妹这是对浩弟很照顾啊，也罢，我也加入进来。白浩，我们3个一起如何？”白雷哈哈一笑，迈步走来，目光看似真诚，似乎很想与白浩结交一番。3哥能与小妹一起，自然是好的。不过3哥的目标不是那天人魂吗？五小姐闻言一笑，她本就美丽，此刻这么一笑，如百花盛开，别有一番风姿。不说那天人魂了，内定之物，我等只是陪衬而已。白雷叹了口气，有些不甘，也很郁闷。他昨日夜里还兴致勃勃，可清晨时却受到了他这一脉祖老的告诫，知道天人魂内定给了白起，且白起在元婴后会去炼灵自身元婴，从而争夺明皇继承人资格。此事虽好，可却存在了生死危机，5次炼灵，谁也不敢保证一定能活下去。白起愿意，可他白雷却不愿如此，所以虽不服，可却只能苦笑认同。好在家族对他这里也有补偿，这才让他平衡了一些。眼看2人都开口，白小纯也无法再去拒绝了。虽然五小姐那里他能理解，或许是曾经对白浩这里就有些同情，可白雷这边，白小纯目光一扫，就明白此人接触自己必有其意，不外乎是有些利用自己与白起之间矛盾的想法。也罢，那白起获得天人魂还需时间，五小姐好意，我也要回报一些才是。白小纯略一思索，笑着点了点头。3人一路靠近高山，随着临近，立刻这高山上的威压就越发强烈起来。这威压对于筑基修士而言不小，只有结丹境才能在开始时无视，而显然山顶的位置威压是最强烈的。白小纯估算之下，唯有结丹后期才可走到山顶。不过考虑到白小纯这里，五小姐散开修为，走在前方，为他抵抗这威压之力，白小纯看在眼中，心里有些感动，嘴里索性一口一个3哥，一口一个五姐，与2人谈笑起来。不多时，他们3人就到了高山山脚下，从山体的众多道路中找了一条山路向上走去。刚一踏入这里，山体威压更加强烈起来，看其他道路上的筑基族人一个个都流着汗水，慢慢攀爬不说，还要留意四周的静止，前行缓慢。可白小纯这里有五小姐在前，他这里压力顿时就小了很多。且就算是没有五小姐，这里的威压对于白小纯而言，在感受上与身上压了一根羽毛差不多。别说是这山脚的位置了，就算是在山顶，白小纯也都毫无压力。只是眼看五小姐那里的好意，白小纯只能郁闷地装出一副不是特别轻松、略有压力的样子，还要时而喘几口粗气。毕竟此刻祖地外的众人都能看到这里的一切，白小纯没办法，只能装一装了。不过目光却经常看向白起所在的山路，看着白起一路快速前行，向着山顶而去。白小纯目光闪动，估算白起达到山顶的时间。浩弟，听3哥一句话，那白起你还是别去招惹了。注意到白小纯的目光，白雷双目微不可察的一闪，低声开口：“莫非他还能杀我不成？”白小纯看了看白雷后，脸上露出愤愤之意：“浩弟啊，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这次的天人魂内定的就是那白起，可见老祖对他的偏爱了。你若是继续如昨天那样，怕是有杀身之祸呀。听3哥的，你以后多和法堂大族老接触，有他老人家在，就算是白起想要动你，也要顾虑很多。”白雷语重心长，大有深意的看了看白小纯，心底则是轻笑，觉得这白浩昨日看似言辞犀利，可实际上只是个小孩子罢了。白小纯眨了眨眼，露出一副不甘心的样子，似咬了咬牙。五小姐在旁闻言秀眉微皱，听出了白雷话语中看似关心，可实际上却存在了利用白浩与白起矛盾的念头。可此事他也不好开口，心底轻叹，在他感觉整个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明明是一家人，可却存在了太多的内斗与矛盾。这样的家族让他疲惫中也早就有了疏远之心。对于白浩这里，他是真的在心底觉得同情与可怜。平日里卑微不说，眼下稍微露出一些头角，立刻就有人过来利用。眼看白雷还要继续说下去，五小姐轻咳一声：“白浩，你看那里的光环内有一个手镯，应该是一件适合你用的法宝。”
武小姐说完，白小纯目光扫过，立刻看到那里有一块山石，上面放着一个绿色的手镯，散出法宝的波动虽不是很强，可却很适合筑基初期施展。就在白小纯看去的同时，武小姐右手掐诀一指，立刻一道青光从其手中飞出，直奔不远处的山石。刚一靠近，顿时在那山石外就出现了一层光幕，与这青光碰触后，光幕咔嚓一声碎裂，被青光穿透，直奔山石上的手镯，将其卷起，猛地拽回时，手镯落在了武小姐的手中。她看了看后，递给了白小纯。白小纯拿着手镯，看向武小姐，目中有一抹柔和闪过，低头时抱拳一拜：“谢谢武姐，拿着吧，多些自保之力总是好的。这个家族，你不要相信任何人。”武小姐轻声开口，神色内有些惆怅，摇头时向前走去。白雷皱起眉头，对于自己这五妹打断自己的话语，且若有所指之事，有些不悦。可想到这五妹在家族内很是超然，且明显是要外嫁出去，日后地位怕是不俗，这才将不悦散去，而是装着没事的样子，继续笑谈起来。武小姐似情绪不高，对于白雷的攀谈，时而回几句。不过一路走去，只要是看到适合筑基所需的物品，无论是法宝还是其他物品，都会取来送给白小纯。一个多时辰后，白小纯这里已经拿到了7、8件法宝，甚至就连冤魂也都有了数千个之多，还有魂药也有了一些。这一切让白小纯心中感动，凝望这位武小姐，此人可以说是他在白家认同的第2个人了。最重要的是，他看出这武小姐对自己别无所求，只是单纯的将自己看成氏族人，同情白浩的遭遇。而他也看出这座山上的物品也有不少是那武小姐所渴望，可惜他的修为还不足以去获得。白雷虽也出了几次手，可大都是看到了自己所需之物，这才取走，似觉得有些不好，这才又出手几次，给白小纯这里拿来了几枚魂药。拿着这些物品，白小纯沉默不语，随着2人走去。半个时辰后，他们已到了半山腰的位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白旗那里与其所在的山路上已经接近了山顶的区域。他这一路似洞察了一切，没有遇到丝毫阻碍，顺利无比。天人魂，内定是我，自然就是我的。白旗深吸口气，这一路他之所以顺利，是因在这之前他就知道了这条路上的一切禁制的破解之法，这是他父亲给他的。依照那些方法，他没有耗费多少修为，就轻松的到了这里。此刻站在这山顶，他甚至都看到了祭坛以及祭坛上的天人土魂。激动中，白旗目露期待，他的目光从祭坛上收回，看向自己面前的最后一处禁制。过了这里，他就可以踏上祭坛，拿走天人魂。这最后一层禁制也是最强的一道，需要白家之血才可顺利打开，且血脉越是精纯，速度就越快。好在我也有准备，等我拿了天人魂后，就去杀了那白浩。白旗冷冷一笑，割破了手指，以其鲜血碰触面前禁制的同时，也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个玉瓶，将其一把捏碎。这玉瓶内赫然有一滴鲜血，这鲜血来自天人老祖，以天人老祖的血脉精纯，开启此境自然是非凡。就在白旗这里已到了山顶，正在开启禁制时，山体内的不少族人都看到了这一幕，纷纷复杂中感叹，内心酸楚，嫉妒不少，可却没有办法。而祖地外，此刻石门四周的白家族人也都看到了这一切，一个个都凝望中，白家族长更是脸上露出笑容，其他族老则大都默然。显然在这之前都有了共识，知道这试炼只不过是一个过场而已。那应该被收押的蔡夫人此刻也在人群内看着石门上的画面，她也激动起来。白旗的动向，白小纯最为留意。当他看到白旗已经开始破除山顶血脉禁制时，他脚步一顿，目中在这一刻深邃起来。吴姐，谢谢你一路照顾我，无以为报。若是将这整座山的法宝之物大半为你取来，又怕害了你，你说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白小纯转头看向武小姐，她整个人在这一刻似乎有一股气势在其体内正不断的爆发出来。她的双眼不再是暗淡，而是露出了明亮之芒。她的身影虽还是与之前看起来一样，可却在感觉上似乎在这一瞬猛地高大起来，仿佛前一刻还是矮山，可这一瞬却成为了惊天之峰。他站在那里，似能引动天地，让这脚下的山峰仿佛也都矮小。他的四周虚无更是扭曲起来，仿佛形成了一个黑洞，可以吞噬天地。
这一刹那的改变太快，快到没有人能立刻反应过来。就算是五小姐与白雷，也都是一愣。你白雷双目骤然收缩，心脏跳动猛地加速。这一刻的白小纯给他的感觉，竟有种如看到了大族老般的威严，甚至让他心神都震颤起来。尤其是对方的目光，更是让白雷对望后，脑海立刻轰鸣。五小姐呼吸都顿住了，睁大了眼，呆呆地看着白小纯。对于他的话语，完全愣住。五姐，你要什么？白小纯凝望五小姐，轻声再次开口。五小姐胸口起伏了下，吸了口气，似乎明白了什么，身体微颤，可目中却露出强烈的光芒。瓦尔笑了，你说的可以将这座山的大半物品为我取来，你敢拿我，为什么不敢要？好。白小纯闻言，深深地看了一眼五小姐，大笑起来。此刻在这山体内，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白小纯这里的变化，他们都被白旗那里所吸引。看到白旗正在破除这山顶最后的禁制时，山体内的绝大多数白家族人一个个都心中复杂，羡慕、嫉妒、无奈的思绪在心神内浮现。这一次根本就不公平。没错，那白旗就算再天骄，就算是修为结丹大圆满，但怎么可能如此顺利，如此快速的就到了山顶？哼，我之前观察了好多次，这白旗一路没有碰触任何禁制，仿佛提前知道一样，这才顺利至此。大家难道还不明白吗？这一次的祖地开启，白雷都没有与白旗去争夺，可想而知，这就是为白旗而开启的祖地，也是内定了白旗会获得天人魂，向家族换取五行天兽魂，从而结姻。山体内的白家族人，这有了愤愤不平之意的，大都是支脉族人，而那些嫡系主脉的族人，则是一个个得意非凡。听到身边议论后，大都呵斥一番：白旗是我白家麒麟子，他获得天人魂，天经地义。这种种言论，在这一刻于这祖山上回荡的同时，在祖地外石门四周的白家更多的族人，也都一个个心神内涌出各种情绪。他们此刻同样没有去注意白小纯那边，这一刻似乎祖地内的一切风采都被白旗一个人凝聚，璀璨无尽，如骄阳一样，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在看到白旗依靠血脉破那山顶的禁制之时，石门外的议论低语声也随之传出。果然是白旗，我之前就在猜测，这一次注定是白旗。不过能开启一次祖地，也让我等说不出什么了。虽是内定，可实际上其他人也并非没有获得的可能，只不过没有人比白旗更有优势罢了。在这外界众人低声议论时，那些族老一个个都面无表情。这一幕本就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就算是法堂与刑堂大族老也都沉默不语。老祖的决定不是他们可以反驳的，且这白旗的确算是这一代白家族人里最出类拔萃的了。相比于他们，在这石门外最激动的就属蔡夫人了。她整个人身体颤抖着，呼吸因激动而急促不稳，望着石门上画面中的白旗，欢欣无比。我家旗儿就是白家的麒麟子，这天人魂就是为他准备的。白浩那小杂种竟敢与我家旗儿争锋，他有什么资格？他的一切也是为我家旗儿准备的，只不过拿了他的感悟笔记而已，只不过是让他去死而已。他竟不顺从，居然还要反抗。再等一会，旗儿拿了天人魂后，就是那小杂种的死期。蔡夫人笑声传出，这一刻似喜悦到了极致。还有那白家族长，他的脸上也不再是阴沉，而是露出笑容，目光落在白旗身上时，带着温和与欣慰，更有自豪。可这一切没有持续太久，在白旗那里正不断的尝试去破开山顶禁制的瞬间，突然的在祖地外的众人中，终于有人看到了在这石门画面里的一角中白小纯所在的地方。从他身上在这一刻爆发出来的惊天气势，这气势一起，居然让这石门上的画面也都刹那扭曲了一下，似有一股无法形容的力量正在干扰天地，欲冲天而起。这一幕顿时让外界众人全部心神一震，面色猛地变化。那是白浩，怎么回事？白浩那里这是怎么了？惊呼声立刻就从外界的不少族人口中传出，一个个都睁大了眼。那些族老也都愣了一下，蔡夫人也好，白家族长也罢，都不由自主的立刻看向了石门画面中的白小纯。这一刻也正是白小纯仰天大笑，向着五小姐说出了一个好字的瞬间：五姐，你敢要，我就敢给。白小纯大笑起来，她忽然发现这五小姐看似柔弱，可骨子里似乎存在了难以想象的坚韧大半个祖山的法宝之物，一旦获得后，想要保住并非简单。且白小纯也相信五小姐应该是看出了什么，可对方依旧有此自信，
既如此，他依旧开口。白小纯没有不同意的道理。此刻笑声中，白小纯头发无风自动，体内修为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爆发，从筑基初期瞬间就崛起，转眼间中期、后期大圆满，随后突破气势一变，成为了结丹境，一路又是轰鸣9天般的不断爆发，更是在他的四周形成了风暴。这风暴席卷，眨眼间就让这祖山都震动起来。远远一看，白小纯所在之的风暴与苍穹连接，气势无法形容，甚至都引起了闪电轰鸣，让山体内所有白家族人全部骇然失声。这天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但是他们如此，更震撼的是白小纯身边的白雷。他此刻脑海如天雷滚滚而过，整个人面色变得苍白，身体颤抖中控制不住的噔噔后退，呼吸粗重湍急。他离得近，在他感受中，眼前的白浩似乎化作了磅礴的大海，而自己则是那海上的孤舟，在那狂风暴雨中根本就承受不住，似随时可能在对方一个念头下直接形神俱灭。他居然这么强！白雷浑身冷汗，脑海一片空白，就算是五小姐此刻也都呼吸紊乱。他之前已经猜到了一些答案，可依旧在白小纯这里修为全部爆发出来后，面色不断的变化，可美目却忍不住异彩连连。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也就是眨眼间，白小纯的身上散发出的修为已经到了结丹大圆满，甚至更进一步，已是假阴境界。如此境界，如此修为，使得白小纯在那风暴中看起来如同仙魔一般。他的双眼如同星辰，肉身之力同样爆发出来，看起来修长的身躯，白皙的小脸，在这一刻似乎于体内藏着一条狂暴的神龙。他右脚抬起，在那笑声中似要将这段时间的郁闷全部发泄出来，将对白浩的同情全部释放出来，将对白家的不满统统的狂暴而出。瞬间，他抬起的右脚就向着身下的这座祖山狠狠的一脚踏下。随着白小纯右脚的落下，整个祖山仿佛是被一个巨人狠狠的踹了一脚，传出如天雷般的轰鸣巨响。在这巨响下，整个祖山都猛烈的摇晃起来。这地动山摇的一幕，顿时就让山体内的所有族人都传出惊呼。这一脚蕴含了白小纯的修为之力，那是三大分身于一体形成的，超越了结丹的莫大威压。尤其是其内存在的玉力，更是仿佛可以御这整个祖山，更有肉身之力。那是不死长生功第3层大圆满后，触摸了人体第3层桎梏的擎天之势。还有他在白家这段日子压抑的彻彻底底的释放，这一切使得这一脚不但轰鸣了祖山，更是让这祖山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缝。咔咔声中，这裂缝不断的扩散，眨眼间就覆盖了整个祖山，甚至一些区域直接就崩溃爆开。这一切对于山体上的白家族人而言，如同是来到了末世一般，惊呼声、尖叫声此起彼伏的瞬间，这山体中一处处光环四周的静止，在这一刻轰然崩溃。那是整个山体几乎所有静止的同时崩溃，在这崩溃下，仿佛有无数的明亮之光瞬间暗淡。与此同时，那一个个光环在这一刻也都刹那间破碎开来，崩溃八方。在那些光环崩溃后，那一个个光环所在之地，白家放在这里给予族人的这一幕，撼动了所有人。放眼看去，无数法宝之光璀璨，无数魂耀金芒，无数魂体飘舞，在这山上飞出后，似遮盖了大半个天空。那是中品魂药破灭法剑。天啊，那是我白家的重宝，那是金属性的天兽魂。山体上的白家族人一个个身体不稳，勉强稳定了身体后，立刻就看到了爆发出来的这些造化之物，顿时就忍不住目露火热的惊呼出声。白雷也都傻眼了。在这所有人都震撼中，白小纯右手抬起，袖子猛地一甩，嗖嗖声中，那些升空的造化之物瞬间就直奔他这里呼啸而来。那是几乎整个祖山内所有的宝物，此刻弥漫天空全都临近，可白小纯看都不看一眼，右手指向待在那里的五小姐。五姐还不收取？五小姐已经懵了，胸口起伏不定。她尽管再有准备，可真正看到这一切时，依旧是脑海内如雷霆炸响。尤其是白小纯一脚就让这祖山所有静止全部崩溃，所有光环全部碎裂，所有法宝全部飞来。这种神通他闻所未闻，甚至在他感受，就算是家里的有些族老也都做不到。就在他发懵时，白小纯的声音直接透入他的脑海里，让他猛地惊醒。此刻目内露出明亮的神采，也有的是衡量后
他狠狠一咬牙，猛地打开储物袋。就算这白浩今天叛了族，可到了我身上的宝物，族内想要拿走却是不行。五小姐看似柔弱，可实际上隐藏着坚毅。此刻再没有迟疑，储物袋打开的刹那，他立刻修为散开，全力收取。更有白小纯玉力相助，顿时那一件件法宝，一枚枚魂药，一片片魂体，就瞬间直奔五小姐而去。眨眼间就统统涌入他的储物袋内。这一幕让这山体上的白家族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吸气声、羡慕的惊呼声压抑不住的爆发出来。而受到刺激最大的，则是白雷。他傻傻的看着这一切，眼前的变化实在太快了，似乎前一刻这白浩还是个他眼中的傻小子，可下一瞬对方就华丽转身，成为了他需要去仰望的绝世大能。这本就让他心惊神摇，而眼下这近乎整个祖山的宝藏，在他眼皮子底下都被五小姐收走，对他的刺激更大。可偏偏在白小纯的威压下，他不敢说出丝毫，甚至连不满都不能露出，因为他的直觉告诉自己，白家要出大事了。他的直觉没有错误，甚至这一刻，这山体上几乎所有的白家族人都有这种直觉，尤其是此刻在祖地外看着石门画面内这一幕幕事情的更多的白家族人，全部都有这个直觉。石门外，因白小纯的崛起，随着祖山的碎裂，随着那几乎全部宝物的飞出，所有族人在这一瞬都面色齐齐大变，心神如有天雷翻滚，全部惊呼起来：这天啊，这是怎么了？那是白浩吗？这不可能，他不是筑基初期吗？可这一刻的他根本就不是筑基初期，他是元婴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白浩他居然能如此隐忍，几乎元婴的修为，竟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人发现丝毫。不可能，要出大事了！这可是祖地啊！白浩如今在其内就是无敌天人魂，天啊，他的目标一定是天人魂，白其危险！石门外族人惊呼声、骇然声滔天而起时，那些族老一个个都猛地站起了身，神色一样巨变。他们的心神内此刻已经掀起了风暴，轰鸣不断。外人看不出白小纯的修为，认为他是元婴，可这些族老本身就是元婴，自然看得清清楚楚。这白浩是假婴境界，该死！他或许根本就不是白浩，未必。若他没有我白家血脉，就算他是元婴，也逃不出我白家阵法的检查。如此修为，若他真的是白浩，那么他才是我白家的麒麟子。这些族老全部凛然，一个个呼吸急促中，目中爆出强烈的光芒。而行堂与法堂的大族老一样如此，尤其是法堂大族老更是睁大了眼睛，无法置信的看着画面内的白小纯。假婴境界这白浩一定是有过大机缘，好一个隐忍！这种隐忍比他的修为更可怕。此子有惊人的炼灵造诣，修为更是如此。他的资质之强，是我白家千年难得一见啊！这样的人才是我白家的麒麟子。这两个大族老此刻脑海轰鸣中，心念急转。白小纯的崛起与爆发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让他们在这之前根本就查看不出丝毫征兆。不但是他们如此，眼下比他们还要吃惊的是那另外两个家族以及巨鬼城的使者，他们一个个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在来之前，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居然会在白家亲眼见证这样匪夷所思的一幕。如此资质，这白家居然在之前没有丝毫察觉，且明显这白浩对白家有怨气也好，否则的话，以这白浩的强悍，恐怕白家将再次崛起。白浩有意思，此事要尽快禀告王爷，白家有分裂迹象。这两大家族与巨鬼城使者虽比白家族老还要震惊，可依旧有人比他们还要疯狂。蔡夫人整个人都哆嗦起来，发出凄厉的尖叫：白浩，你个小杂种，你该死，该死，该死！来人，给我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蔡夫人眼睛内露出血光，整个人在疯狂的跳脚，头发都开始散乱起来，似乎无法接受这一幕的出现。她的尖叫，哪怕是在四周的哗然惊呼中，也依旧刺耳。她无法不疯狂，因为这一刻的蔡夫人，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骇然。她更是意识到，自己之前派出的杀手，绝不是被白起所说的外人灭杀，而是被这白浩灭杀。一想到白浩这里的修为，以及自己所派出杀手的死亡，还有白起在这之前那很明显的露出要杀白浩的言辞与目光，这一切不需要他去怎么联系，就可以得到一个让他眼前发黑，整个人尖叫的想象：白起危险！不，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其儿快走！蔡夫人似忘记了自己的声音无法传入祖地，
此刻音调都凄厉起来，更是顾不得一切，上前立刻到了她丈夫的身边，如发泼一样猛地抓住白家族长其儿是白家堂堂麒麟子，他不能死，根本就不需要蔡夫人去多说。几乎在他抓住这白家族长的刹那，白家族长这位白浩的亲生父亲，他此刻就仰天发出一声愤怒到了极致的怒吼，那怒吼中蕴藏着好似被羞辱的滔天怒意。白浩，你该死！白家族长猛地一甩袖子，他的神色扭曲，这一刻的他与昨天一样，没有因为白小纯这里的崛起而有丝毫的欣慰，反倒是有种无法形容的愤怒。你为什么要有如此资质？为什么要有这种修为？你的命运就是顺从，你的身份就是卑贱，你是庶子，你为什么要去反抗？白家族长整个人发狂，他更是与蔡夫人一样，对白棋那里有强烈的担心。此刻猛地一步走出，右手抬起，向着那石门猛地一指，轰鸣中这石门颤抖起来，赫然是这白家族长不顾一切的要去打开祖地大门。明显的，他要在开启这大门后杀入进去，阻止白小纯的同时更要杀人。只是祖地关闭后从外部开启需要一些时间，根本就无法立刻开启。慌乱中这白家族长眼睛都红了，各位族老，助我一臂之力，这逆子该死！随着他话语传出，立刻就有几个属于主脉的族老猛地飞出，与白家族长一起试图去加速打开祖地石门。可其他的族老却是迟疑了一下，尤其是法堂大族老目光一闪，没有出手。你们敢不出手？如果我家琪儿有个三长两短，我绝不放过你们！蔡夫人怒极，凄厉尖叫中，那些族老更不悦了。无奈之下，蔡夫人只能哀求地看向蔡家的那些使者。作为她的娘家，蔡家的那些人犹豫了一下后，也纷纷飞出，一同出手撼动大门。可依旧还是不能直接开启，就算是天人老祖出手，也都无法做到。最快也是需要一炷香才可强行开启。外界轰鸣，白家彻底大乱，所有族人此刻都心神震恍时，在这祖地内，随着白小纯的出手，随着山体的碎裂，正在破除禁制，已破开了一半的白旗，他整个人也是神色猛然变化，呼吸一滞，踉跄后退时，他看到了白小纯的修为形成的风暴，更是看到了风暴内属于白小纯的双眼，只是一眼就让白旗脑海刹那间如有闪电划过，直接撕裂神石般，让他惨叫一声，心神内掀起无法形容的恐惧与不敢置信。那目光极其可怕，白旗这里仅仅是看去就整个人颤抖，那是一种仿佛自己成为了蝼蚁，生与死只在对方一念间的恐怖。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白旗心神颤抖，有种这辈子在强烈的程度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似乎全身的每一寸血肉骨头都在骇然尖叫，使得他恐惧到了极致，猛地就放弃破除禁制，想要疯狂的急速后退。此刻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命。只要能坚持一些时间，父亲那里一定会来救我。白旗惊怖中猛地就要后退，可就在他退后的刹那，白小纯这里在那风暴中冷冷地看向白旗，脸上露出一丝轻笑，怎么不去破除禁制了？我来帮你好了。白小纯淡淡开口，在这无论是祖地内还是祖地外的众人都心神咯噔一声的瞬间，他整个人向前直接一步走出。此刻他所在的位置距离白旗足有3000多丈，这3000多丈对白小纯而言难以说是近在咫尺，可却并非很远。他一步落下，整个人如同天神一般，刹那间就走过了300丈，速度之快，出现了残影。这残影没有消散，看去时如同出现了2个白小纯，尤其是他身上的杀意，在这一刻随着一步落下，直接就冲天而起，动乱祖地，轰鸣紫天黑地。他要杀白旗。祖地内所有白家族人都骇然呆住，白雷身体都哆嗦了，此刻不断的咽下唾沫，面色下的苍白。一旁的五小姐则是沉默中